凭本世界的钱，凭什么要还？你恍惚过吗，朋友？眨眼间就2025年了，是不是感觉时间过得真快？其实这并不是错觉，而是债务预支了生命，压缩了未来。中国宏观债务率高达298%，从债台高筑到借新还旧，我们还要透支多久？还能牺牲多少自由？疫情之后，中国经济持续低迷，中文互联网也开启了觉醒之路。最新的进展是说，判个无期才25年，月供却要还30年。言下之意，贷款买房还不如坐监。现实确实如此，经济环境和个人命运深度绑定。什么车子、房子、大胖小子，已经不再是财富象征，而是债务象征了。关键转变的背后，其实有2件事，一个是资产负债表衰退，一个是通货紧缩。前者让钱变少，拉升债务高度；后者让钱变贵，拔高还债门槛。这就是水落石出的感觉。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季报显示，截止24年底，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已经攀升至290.6%，25年1季度又大幅上升7.8个百分点，来到了298.4%。这意味着中国总债务已经接近 GDP 的3倍之多，而且还在加速增长。宏观杠杆率是指一个国家所有部门，包括政府、企业和居民的总债务占该国 GDP 的比例。如果杠杆率是100%，意思是全国上下的总债务刚好等于1年的总产值。简单说，杠杆率就是举债程度。如果杠杆率过低，说明太保守，经济不够活跃；如果杠杆率过高，说明太过激进，容易引发金融危机。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，都是因为杠杆过高，最终回不了头，这才酿下大祸。那么，中国300%的杠杆率在全球是什么水平呢？横向比较，全球主要国家的宏观杠杆率，美国为260%，德国170%，日本400%，中国300%。但人均 GDP 方面，中国只有美国的15%，德国的23%，日本的37%。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比重的方面，全球为60%，美国80%，中国仅为可怜的40%。不难发现，中国在收入上还是个发展中国家，但在债务上已经赶上发达国家了。怎么说？虽然偿债能力弱，但咱举债能力强啊！拆分来看，截止24年 Q4，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8.4%，主要包括国有企业和大型房地产开发商；居民部门为61.4%，其中房贷占比超过70%。政府部门的表内债务占 GDP 为60.8%，但如果加上地方隐形债，这个比例可能会超过120%。我们看，政府借钱搞基建，企业借钱搞生产，居民借钱搞房子，所有人都在疯狂加杠杆，用明天的自由来赎买今天的痛苦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4年 GDP 总量为135万亿，按照年末209%的杠杆率来算，全社会总债务合计高达391万亿元。24年末，中国总人口14.8亿，如果把这笔债务平摊下去，意味着每个中国人欠了26.4万块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我也没贷款呀，怎么就被平均了呢？没错，这并不是真要还的钱，而是大家同在一个债务游戏里，注定要承担后果。这里面不仅包括你我，也包括新生婴儿、无业老人以及月入3000的年轻人。接下来，我们就去看看这26万的人头债到底是怎么欠下的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，中国出口订单骤降，长珠三角数十万人失业 ，GDP 增速很快就跌破2位数。面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寒冬，政府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，为中国经济打了一针肾上腺素。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在欢呼，说中国挺住了。可是没人意识到，中国自此走上了举债为生的不归路。1993年底到2008年底，中国宏观杠杆率由107.8%上升至141.2%，年均上升仅2.1个百分点；而在2008年底到2021年底，则由141.2%暴涨到263.8%，年均上升9.4个百分点。既然是财政花钱刺激经济，为啥债务增长这么快呢？原因是这4万亿财政刺激，只有30%是中央财政支出，剩余70%则需要地方政府去配套融资。于是，地方政府只能通过融资平台大量借贷去投资基建，促进增长。就这样，一个举债、投资、拉增长的3步走模型正式确立。此后，地铁、高铁陆续上马，城中村棚改、大拆大建，而高新技术开发区也成了每座城市的标配。地方融资平台也叫城投公司，因为表面上是公司，所以大规模举债并不列入政府赤字。最重要的是，城投债的基准利率通常在4%到7%，比国债利率高出2-3倍，这让他借钱变得易如反掌。如此高的回报率，城投靠什么偿还呢？答案是卖地。政府控制土地供应，用地价抬升房价，再用卖地收入偿还平台债务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土地财政。根据这则评的数据，土地出让金和税收占房价比重历史平均为61.8%。
看懂了土地财政，就会发现，只有老百姓觉得房子是刚需，其实它只是政府的印钞机。08年财政刺激后，房价连续上涨；15年货币化棚改启动，房价再次起飞。2017年房住不炒调控，直到21年年中，中国房价到达了顶点。从11年到22年，大城市房价涨了1.8倍，中等城市涨了1.5倍，小城市也有1.2倍。这10年里，地价涨，房价涨，房价裹着地价一起涨。开发商圈块地就敢贷款，刨个坑就敢预售。他们有时候贷款都不是为了盈利，而是为了不掉队。企业如此，家庭也一样。丈母娘让你买房子，女朋友让你加名字。房子不仅是中国经济的顶梁柱，也成了每一个家庭的顶梁柱。2008年，中国用一场举债奇迹拯救了自身，也震惊了世界。后来，只要 GDP 下行，就放水刺激，这方法一直沿用至今。所以稳增长的意思其实就是债台高筑。再说直白点，每当傍晚霓虹开启的时候，目之所及的高楼地铁和跨海大桥，大都是建立在债务之上的繁华。财务报表上的债台高筑和钢筋水泥的高筑债台，就像灵魂附体一样，活生生地摆在眼前。清醒的人越看越恐惧，迷糊的人越看越自信。从增长速度来看，风险高的企业和居民债务增速反而更快，而风险低的政府却显得异常保守。这里面又有啥门道呢？我们一个一个去看看。第一台债务机器是政府债，也称为主权债。新华社报道，24年末，中国政府债务余额合计82.11万亿，其中包含国债余额34.6万亿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47.5万亿，包括一般债16.7万亿，专项债30.8万亿。据此，截止24年 Q4， 中央政府杠杆率为25.8%，地方政府表内杠杆率35.2%，合计约60.8%，刚好符合欧盟60%的警戒线。果然，还是欧盟认证更适合中国宝宝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不，这只是账面债务，真正的债务高地就像中国的奶粉配方一样，是隐形且神秘的。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 IIF 和标准普尔的分析师估算，截止24年上半年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约为60万亿人民币，相当于全国 GDP 的一半。另外，《华尔街日报》在24年7月有一篇报道提到，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总额在7万亿至11万亿美元之间，合人民币50到80万亿。24年11月，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公开披露隐性债务规模，截止23年末为14.3万亿元，再加上地方政府债务余额40.7万亿，合计55万亿，刚好接近60万亿。与此同时，新闻发布会还提到将增发10万亿国债，用来置换存量隐性债务。IIF 和标准普尔说，单隐形债就有60万亿。财政部说，隐形债加地方债一共60万亿，到底谁是对的呢？24年10月，金融街论坛年会，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建军说，根据他的估算，截止24年6月，地方政府合法债务42万亿，城投债隐性债务57万亿，还有没统计的隐性担保，合计已经超过100万亿。再算上中央政府的30万亿，中国政府债务一共130多万亿。按照23年 GDP 总量126万亿来算，中国政府负债率已经超过100%。中央财经大学离体制更近，手里的数据应该不是糊涂账。如果选择采信，那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将上升到340%到350%之间，并有望追超日本，成为全球第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隐性债务到底是咋来的？又该不该算在政府头上？1994年分税制改革将财权上移，事权下沉，地方政府立刻陷入困顿，不能举债却要发展，怎么办？城投平台横空出世，成了代发代还的影子财政。08年4万亿放水，地方债务彻底失控，什么信托、PPP、P2P， 明债实股花样百出，一场债务狂欢正式开幕。隐性债务顾名思义，见不得光，也不列入预算，却需要政府兜底。15年1月1日，新预算法实施，明确规定，地方政府只能发行一般债和专项债，其余均为不合法的隐性债务。但随着新的财政刺激330新政上马，变相融资依旧层出不穷。直到2017年，政府金融会议首次提及隐性债务，并定调说倒查责任，终身问责。从10年到17年，财政部叫停，审计署追责，可是隐性债务规模却越来越大，一边加杠杆，一边喊风控，就像左手喝毒酒，右手喝解药，中没中毒不知道，反正身体肯定是要垮了。之前节目聊贸易战有一段中美经济的比较，因为篇幅关系没放进去，意思是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就像摩托车和小汽车，增速可以慢，坏了可以修。为啥？因为它有科技、信用和制度等内生力量，仿佛内燃机一样，可以持续做工。反观中国经济，只是个长相好看的陀螺，开头使劲甩出去，往后越转越慢，直至倒地。陀螺没有内生力量，要不停用鞭子抽它。中国经济也缺乏内生力量，所以要不断举债刺激。不难得出结论，隐性债务的根儿不是金融，而是政治。因为汽车一直跑，陀螺也不能倒。在政绩冲动之下，不顾还款能力，盲目投资，最后就只能落得个借新还旧的现状，一点儿也不意外。
第二台债务机器企业债，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。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研究室数据，截止24年底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8.4%，远超美国的72%，日本的100%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4年8月发布报告，评估中国企业部门的脆弱性，其中提到，企业债包括3大块，国央企债务占比超50%，房地产企业债务占比39%，其余11%为民营小公司债务。3大块特点：民营小公司规模小、利润高，但债务风险也高；房地产企业负债永远占总资产的80%，浑身都是泡沫，极其不健康。那么国企又有什么特点呢？世界银行在2019年做过一个系统分析，作者叫张春林，他以2017年数据计算，国企对中国 GDP 的贡献份额为23%到28%，对就业的贡献在5%到16%之间，占企业总债务超50%，但对 GDP 的贡献只有25%。我读这个报告都惊呆了，国家每花100块扶持国企，就有50块打进了无底洞，那这个生意它还有必要做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没有。另一组数据来自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，他在2017年做过一个国企改革专题，也系统分享了多项信息。首先是行业占比，关键行业中，像电力、石油、天然气，国企占比84.5%；支柱行业如汽车、化工、建筑、钢铁，国企占比48.5%；普通行业，旅游、农业、制药等，占比也有16.9%。单一行业中，国企含量最高的是金融业，占比高达88%。第一反应肯定是垄断，对不对？对了哟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，垄断也分很多种，比如自然垄断、技术性垄断。中国是最糟糕的一种行政性垄断，意思是动用行政权力来限制行业自由准入。可就算这样，国企的表现依然是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，不中用啊。中不中用的衡量标准是资产利润率，也就是单位资产带来的利润，用来反映资产效益。2017年，国企的资产利润率为3.4%，是私营企业12.1%的1/3。到了23年，根据经济观察报统计，国企资产利润率为1.3%，显著低于规上企业3.7%的均值，仍然是1/3。问题来了，国企借钱最多，产出最少，为啥还能不断借到钱？答案是政策工具。国企对中国经济来说属于宏观调控救火队，承担着多重职能，比如稳定就业、维持投资、执行政策、保障能源安全等。尤其是4万亿刺激之后，高铁、道桥、新区开发都是国企的主场。对于银行来说，国家战略一能转嫁风险，二能压住政策，所以也乐得给国企贷款。过去多年的印象里，国企改革都在做减法，甚至一提到国企这个词儿，后面就得接一句深化改革。可现实情况恰好相反，15年至21年，国企整合重组十分活跃，数量从大约52万家下降到了45万家。但最近3年来，趋势明显逆转，国有企业的总量正在回升，大量央企密集成立，形成了逆向改革的趋势。根据天眼查数据库显示，截止24年底，国有企业重新达到了58.49万家，同比增长7.34%，其中仅24年 Q4，全国新成立的国企就超过1.1万家。啥概念呢？按全国2846个城市算，平均每个城市就有200家国企。国企既是国也是企，赚不赚钱不重要，有没有才最重要。这就像重男轻女的家庭，儿子再混蛋也是儿子，哪怕游手好闲、债台高筑，也照样供他吃喝，为他铺路。最后一台债务发动机，最安静也最隐忍的居民债。根据 CEIC 的数据，截止23年 Q1， 中国居民杠杆率为63.3%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另据惠誉评级报告，中国居民债务收入比为115%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关于居民杠杆率和债务收入比，官方统计较为有限，且以上这2个数据都是新进的，到目前为止也没更新。所以我这里再分享一组数据作为对照。格隆会的数据，23年上半年，中国居民杠杆率达到63.7%，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61.9%。居民债务收入比达到148.6%，超过全球平均101.5%，将近一半，比发达国家均值114.4%高出30%。债务收入比是年总债务余额与年可支配收入的比值，用来衡量债务负担。无论是惠誉的115%，还是格隆会的148%，中国居民都在以远超年收入的代价提前赎买未来。试想，当一个人被债务没收自由，每年有2到3个月不属于自己，时间自然过得飞快。我在影片开头说，债务预支生命，压缩未来，说的就是这种寅吃卯粮的慌乱感。房贷是居民债的主要部分。数据显示，10年至21年，中国居民信贷规模从1.27万亿攀升至8.26万亿，其中房贷占比高达76.5%，70%债务是房贷，70%资产是房产。中国人只为有个落脚的地方，就把命运打包卖给了银行，而这仅仅只是债务故事的开始。24年11月，《纽约时报》报道，中国房价已从21年最高值下跌了30%。24年10月，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，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，已经蒸发了18万亿美元的财富，平均每个家庭损失6万刀。
中国楼市史诗级崩盘，最显著的2个特征是烂尾楼和断供潮。全国到底有多少烂尾楼？真实数据一直是个谜。网传有一位叫生活鹅的博主，曾在23年11月做过一个统计，全国烂尾楼盘共计348个，涉及房产大约900万套。其中烂尾楼最多的省份是河南，有70个楼盘；烂尾楼最多的城市是郑州，有45个楼盘；烂尾楼最多的开发商是恒大，有87个楼盘。断供房数量同样很神秘，目前能查到的还是网传的350万套，但实际数字肯定远远不止。前段时间，招商银行发布了24年年报，报告显示，针对个人的零售不良贷款较上年增加了45亿，不良率中占大头的还是个人住房贷款，占比20.5%，比上一年多了17亿。也就是说，截止24年末，断供现象依然没有停止。这还只是招行一家，如果再加上工农交建中邮储，还有地方小银行，又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。自从泡沫破灭，月供2字就成了生活的原罪，不敢辞职，不敢生娃，不敢旅游，甚至不敢生病，人生和房子一样，都变成了负资产。于是人们又开始羡慕没房的人，说那些没房贷、没孩子的同事简直太可怕了，他居然敢和领导顶嘴。与其被房贷压垮人生，断供似乎是一种解脱，但还是老问题，中国没有个人破产法，没有贷款保险，也没有债务重组机制。一旦断供，不仅房子要被法拍，还可能变成失信被执行人。失信被执行人也被叫做老赖，主流民间都这么叫，说明负债在中国不仅是一种财务状态，还是一种社会身份。一旦负债断供，就得像犯人一样，划为贱籍，流3000里。本质上讲，这种残酷的生存环境跟封建王朝也没什么区别。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最新披露，截止24年12月26日，累计失信被执行人已经达到850万。这个数据在20年3月仅为574.3万，4年时间新增了276万人，增长将近48%。既然政府、企业、居民都负债，那么钱去哪儿了呢？简单说是蒸发了，但要真正理解中国的宏观债务，还需要最后一块拼图——影子银行。它既能解释钱是怎么来的，也能解释钱是怎么没的。影子银行这个词儿，顾名思义，它不是银行，但能创造信贷。影子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理财产品、信托和委托贷款等，资金去向大多流入房地产、城投平台和高杠杆企业等高风险领域。此外，日常接触的小额贷款、互联网金融平台也算影子银行一部分，不过占比很小。目前，中国的货币创造渠道包括3层，第一层是央行投放基础货币，第2层是商业银行的表内贷款、外汇和债券，第3层就是影子银行。不难想象，影子银行这种高风险的表外扩张，一旦出现违约，必定危及整个金融系统。穆迪的监测报告显示，中国影子银行的资产在16-17年达到峰值62万亿，占 GDP 的比例高达82%，占银行总资产将近1/3。而在2007年，影子银行资产只有8万亿，仅占 GDP 的25%。影子银行的代表之一是理财产品，银行对客户说：“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，我们这是保本的。”扭头又对监管说：“我们这不是刚兑，只是简单兜个底。”如此包装，所谓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就把储户拖进了击鼓传花的庞氏融资。根据穆迪17年的监测数据来看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一直是存款利率的2倍，但非保本占比却高达65%到80%。还有个人投资者在理财产品中的占比一度超过50%，最低也有40%多。这意味着有一大半理财产品是由银行隐性担保的，而又有一大半风险是由个人投资者承担的。影子银行另一个大头是信托和委托贷款。2020年之前，开发商为了多拿地，疯狂加杠杆，信托就成了最好的融资手段。巅峰期的2017年，信托和委托贷款资产合计超过21.2万亿。但随着地产泡沫破灭，信托暴雷在所难免。根据《纽约时报》等多家媒体报道，23年11月，中植集团资不抵债，资金缺口高达2600亿，涉及高净值客户多达15万人。同年12月，中国第3大财富管理机构海银财富也暴雷，涉及资金700多亿。此外，还有新华信托破产、四川信托破产、民生信托被托管、瑞丰达等私募基金跑路，都给投资人带来了巨大损失。既然这样，为啥不取缔影子银行？难道中国还有法外之地吗？哎，你别说，还真不能取缔。改开初期的国有商业银行身兼盈利和政策双重任务，不能随心所欲。可是发展市场经济这事儿必须得靠信用扩张啊，否则哪有钱做原始投资？索性就在表外搞扩张，不管黑猫白猫，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嘛。影子银行就此应运而生。08年财政刺激之后，房地产市场起飞，左脚踩右脚就能上天，影子银行也迎来了大发展。直到2017年，监管机构发出严重警告，影子银行规模这才逐年降低。你以为故事到这儿就完了吗？没有，并没有。
2022年，开发商接连暴雷，产生大批烂尾楼，烂尾楼又引发大规模断供潮。22年11月，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推出保交楼计划，鼓励向开发商提供信托贷款，以稳定房地产市场。再看一眼数据，截止23年上半年，引资银行资产仍有48.5万亿，仅比巅峰期下降了20%，信托余额甚至还有小幅增长。是不是顿悟了？原来白猫黑猫的意思是白猫负责合法，黑猫负责当差。银行不改变，我们改变银行，改变别人的事情少做，都难，都难，都难，现在都难。此刻，中国的总债务规模已经逼近 GDP 3倍。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还？还不上怎么办？凭本世界的钱，凭什么要还？债务游戏是否可持续，主要看2个核心指标。第一是增量资本产出率 （SAOR）， 第二是债务服务比率 （DSR）。我们先说增量资本产出率，它的含义是实现单位 GDP 增长需要投入多少资本。SAOR 数值越低，意味着投资效率更高。根据世界银行数据，千禧年初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大约在5左右，5块钱的投资带来1块钱的 GDP 回报，投资效率尚可。但到了23年，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已经飙升至8，在个别省份甚至突破了10，意味着要投入8块钱才能换来1块钱的产出，其余7块可能就沉进了空置房、烂尾楼和无效基建里。中国习惯投资拉动增长，但长期来看，随着边际效用递减，投资效率肯定会下降。目前增长越来越虚弱，说明烧钱已经不管用了。再来看看债务服务比，意思是国家收入中用来偿还本息的比例。对绝大多数经济体而言，当债务服务比逼近18%到25%的区间时，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或衰退。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，2010年中国的 DSR 只有11%左右，而截止24年 Q3，中国私人非金融部门的 DSR 已经攀升到了18.6%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同期数据，美国为14.7%，德国12.7%，日本是16%。简单理解，中国的居民、政府和企业每赚100块就要拿出18.6块去还债，剩下的才能消费、投资和储蓄。而一旦进入高偿债比区间，社会活力又会下降，比如居民节衣缩食，企业裁员降薪，政府也不能减税。中国眼下的经济形势，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这种债务型的通货紧缩。理论上，只要 GDP 增速高于利息，只要投资持续带来产出，债务就可以滚动融资。但这套以增长化债的逻辑，随着经济低迷，正在逐渐破产。24年，中国广义信贷，也就是社会融资规模，同比增长8%，但 GDP 增速仅为5%。换算一下，每产生1块钱的债务，只能撬动6毛钱的产出，这说明借的越来越多，但回报却越来越少，投资回报率正在坍塌。25年的情况更加诡异，截止4月末，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8.7%，其中增长最猛的是政府债券，余额85.93万亿，同比增长20.9%。另据中国债券信息网以及地方财政公开数据，25年 Q1 全国共发行地方政府债券463期，发行金额约为2.84万亿，较去年同期大涨80.9%，创历史新高。其中再融资债券超过了新增债券，说明大部分债券是为了借新还旧。此外，专项债规模远大于一般债券，说明基建投资仍是稳增长的利器。相比之下，企业和居民就更加保守，尤其1到4月的居民新增贷款仅为5184亿，创下了08年以来的同期最低。在正常的经济体系中，债务是资源配置工具，是撬动发展的杠杆。但眼下企业和居民双双被债务锁死，唯有政府还在挣扎，像吸毒一样借新还旧。其实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，这种制度性依赖已经无法推动增长了。更可怕的是，任何一次微小的刺激都在加速透支未来。正如巴菲特所说，只有当潮水退去，才知道谁在裸泳。那么债务续命到底还能借多久？3年、10年或者30年？如果答案是不知道，可能离临界点已经不远了。临界点之后是什么呢？目前已知最好的情况是日本，90年泡沫破灭，普通日本人花了30年才勉强修复资产负债表，而这刚好是还清一套房的年限。中文互联网有个常青话题，问说中国经济到底会不会崩溃？什么时候崩溃？以什么样的形式崩溃？这个问题属于随机事件，没人能够真正回答。但债务肯定是最大隐患。经济学家塔勒布在2007年出版书籍《黑天鹅》，他在书中详细探讨了随机性，并批评说，人类总是过度依赖模型、数据和已知经验，而绝大多数重大变化，比如战争、金融危机、技术突破等，都是非线性、不确定、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。一般情况下，随机事件是正态分布的，好比领工资，大部分人都是3、5千，8、900和2、3万的只是极少数。可正态分布有个缺陷，就是它只能解释一个大致均匀的世界，而不平等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。比如说，成为网红和富豪这种随机事件，恰恰是幂律分布的。还有一种幂律现象叫分形，自然界中有很多例子，比如树木、河流和西兰花。
同一个形状在不同尺度下一再重复，就像网红和富豪拥有自增长能力，可以重复获得成功和财富。回头再看中国的债务，也符合幂律和分型，举债越多，增长越快，一直增长就得一直举债，如此往复，债务也将获得分型能力，直到某天无法承受自重，才会走向崩塌。黑天鹅事件具备3个特征：第一是不可预测，第二会造成极大影响，第三，如果事后回头再看，会发现此事必然发生，而且很有道理。套用这3个特征来看待中国经济，5年前没人知道房价会腰斩，也没人知道985和211的宿命居然是送外卖。而如果回过头去看，曾经每一天都在上涨的房价，又必然会重重砸在地上。所以，中国经济到底会不会崩溃，或许早就有了答案。格林斯潘在判断经济形势的时候说，他宁愿听取交易员的意见，也不相信专家的判断。苏东坡在旅游的时候也曾说过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所以说，人类的悲剧不是无法预测黑天鹅，而是知道它落在眼前，都不愿承认它是黑色的。仔细想，我们说了一整期的债务危机，但危机真正落在谁头上了呢？肯定不是发债机构、授信银行或是审批的政府，而是落在无数还月供的牛马头上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政府债政府还，企业债企业还，居民债才是自己还。这么说没错，因为每一笔具体的欠款都是银行在承担风险。可是请注意，银行也是金融体系中的一环，一旦爆发危机，就会转嫁给财政，财政又会转嫁给放水和税收。宏观债务还有个特征是代际偿还，也叫父债子还。如果上一辈人竭泽而渔，那他们吃的每一口饭其实都是断子绝孙饭。不过债务崩塌就像老龄化，能耐再大也挡不住。如果一味采取行政手段延缓债务出清，反而会推高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危害。心理学上来说，预期痛苦远大于实际痛苦。啥意思呢？就是说拖延症在拖延的过程里，每一分钟都备受煎熬，可是拖到最后直面困难，其实也就一哆嗦。所以我认为真正可怕的不是中国经济要崩溃，而是防止崩溃的过程，也就是所谓的软着陆，或者叫以时间换空间。面对不确定性，塔勒布的建议是不用去想事件的可能性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知道的，而要去了解事件的影响，因为事件影响是可预期的。我的理解是，面对不确定性，要回到常识，接受真相。真相就是在经济崩溃之前，你我的生活会先一步崩溃，因为活在债务里的人早就失去了选择机会。你想创业，银行先看你有没有抵押；你想扎根，地方政府憋着给你卖地；你想生孩子，一看家里还有个钢筋水泥爹，要养他20年。所以，这个世界会好吗？不过也别灰心，真正能困住一个人的，不是钢铁铸就的牢笼，而是心中矗立的高墙。即使此刻一无所有，我们也不能失去思考、判断和希望，因为债务的终点往往是制度的起点。